你以为天下一统之后，历史就该进入盛世吗？错。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司马炎接手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夸张的一副牌。三国统一，对手全灭，国库充盈，士卒支持，换在围棋棋局上的说法，这几乎就是大势已定，只等判赢了。哼，老隐逼爷爷司马懿在凹死诸葛亮，伯父司马氏废帝，父亲司马昭杀帝，最后这颗桃子稳稳落到了司马炎手里。按理说，《资治通鉴》写到这里，下一页应该是开元盛世的局面了。但司马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整顿天下，也就是围棋上的收官。相反，司马炎躺平了。更可怕的是，他不是一个人躺平，而是带着整个西晋统治阶层一起烂掉。最有名的细节叫羊车忘信，也就是司马炎后宫多到记不住，晚上坐羊车，羊停在哪个妃子门口，他就睡哪儿。宫廷上也不研究怎么治国了，开始研究怎么种竹子，怎么撒盐水，因为羊喜欢竹叶，也喜欢舔盐，皇上好羊，则是上行下效。王恺、石崇这帮顶级门阀直接玩起了炫富游戏，洗锅用糖水，烧火用蜡烛，红珊瑚说砸就砸。读到这儿你会觉得爽，像爽文，但《资治通鉴》真正要告诉你的，不仅仅是西晋这一个拿着神机王炸开局的好牌的王朝，为什么会在最强的时候却开始走向古巴比伦式的狂欢堕落？这本书里面其实隐藏着更多值得当代人深思借鉴的地方。如果这辈子你只想读一本看透社会运行规律和人性黑幕的书，那排第一的一定是《资治通鉴》。但这本书绝大多数人都读错了，或者根本读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它太厚太长了。整本书足足294卷，300多万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十国共1000多年的华夏历史。所以顶级战略家才把《资治通鉴》整整读了17遍，甚至在晚年重病时，床头堆着的依然是这套翻得发毛、写满批注的古籍。而一位高超的战略棋手操盘人，为什么天天翻的是《资治通鉴》，而不是《孙子兵法》？这里面的区别就是理论家与实干家的区别了。《孙子兵法》告诉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告诉你兵者诡道也，这叫公式，这叫底层逻辑。但公式往往是在真空环境里运行的，他用它就是神人，而换成你用你就直接废掉。而这里面的理论与实操的巨大鸿沟，其实就是由这本神书来填补的，也就是《资治通鉴》。见的是人心，见的是真实的、跳动的、赤裸裸的人性。现实的利益博弈里，哪有什么真空环境？现实里有突如其来的背叛，有智商掉线的猪队友，有底层民众的盲目跟风，更有不可直视的肮脏人性。而《资治通鉴》就是把这1362年里，全华夏智商最高、手段最狠的那群顶级玩家，在面对生死存亡、极限施压时，怎么下黑手，怎么做局，怎么分配利益，又是怎么在绝境中掀桌子的真实操盘日志。看《孙子兵法》，你学到的是屠龙的招式，但看《资治通鉴》，你看到的是一条条活生生的巨龙，是怎么被体制、被财政、被盟友的背叛给活活耗死。屠灭的档案解密，这本书在诞生之初，从来就不是让人用来看历史故事的，它是一部血淋淋的权力操作说明书与组织博弈论。对的，这里我想打个补丁啊，如果你并非棋手，不在局中，也没有经历过真正残酷的利益博弈，这本书其实你真没必要看。叶公好龙，但叶公的世界已经没有龙，他学了屠龙术又怎么屠龙呢？因为局外人看的是故事，而局内人看的是生死。但如果你想知道，想看清财富、权力与阶层是如何洗牌的，今天我们就用30分钟，把这本专为帝王编写的权术之书撕开给你看。司马炎掌舵了这辆帝国列车后，如果故事只是到奢靡为止，那故事最多也就是列车稍微偏航，开得荒诞一点。但他做了2个直接让列车熄火的致命决定。第一，就是大举分封诸王，制造地方军阀。司马炎看到当年的曹魏政权因为手里没兵，宗室太弱而被自己家篡位，于是智商短路，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他把司马家族的子弟大举分封到地方为王，不仅给土地，还给予他们地方财政权和独立募兵权。所以后面的老赵赵匡胤、老朱家朱元璋都学聪明了，开局就收兵权。你说他们没读过或没听过《资治通鉴》这本书，我觉得是活学活用啊。
第二就是立若主，将历史上有名的白痴皇帝司马衷树立为法定继承人。司马衷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但何不食肉糜这个典故，这就他妈的10个人都听过了。哼，一位智商归零的司机被按在了驾驶座上，周围围着人群，手握重兵，如狼似虎的叔伯兄弟。说白了，就是太轻了，镇不住这设计啊！我认为西方的太阳金将军也得以史为鉴啊。当然，这就直接导致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爆发，司马家族相互残杀养蛊，把西晋仅存的中央主力军力全部给搅成了粉末。这时候，常年被西晋当作廉价劳动力和雇佣兵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就是五胡，猛然抬头发现，中原王朝的防御力已经降到了0。他们随即起兵南下，引爆了中原历史上最惨烈的噩梦——五胡乱华。哎，发现了没？往往北方势力南下，都是因为中原王朝的内部开始有了裂缝。西晋这个在金碧辉煌中彻夜狂欢的巴比伦帝国，就这样莫名其妙被打成了个粉碎性骨折。西晋被打残了之后，残存的皇族和北方的大豪门纷纷狼狈逃到南方，在建康，也就是南京，建立了东晋的中枢。当然斗志是没的，天天喊着北伐，却天天在秦淮河畔清谈、嗑药、喝茶。但如果从局内人的组织结构学来看，东晋不是不想强大，而是它的结构设计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个弱政权。当时的开国皇帝司马睿手里根本没有核心资产，要钱没钱，要兵没兵，他能坐上龙椅，全靠北方最大的顶级门阀琅琊王氏在背后出资、出人、出资源。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话，叫王与马共天下。东晋的本质就注定了皇帝司马家只是个傀儡董事长，只能负责提供合法性，而无法参与具体的经营。顶级士族如王、谢、于、桓4大世家，则是谁实力强谁就上台执政，内部互相牵制，利益均沾，这自然就是谁也不想平白没事干这种当出头鸟的事。而流民武装则都是些外包团队，比如后来的北府兵，他们负责在前线卖命，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这种架构的优点是稳定的平庸，因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谁也不想翻船，所以政权不容顶级豪门忙着垄断上升通道，底层的寒门和农民永无翻身之日。这种靠利益妥协、击鼓传花续命的弱政权，在南方一连换了4个朝代，包括宋、齐、梁、陈。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底层军人，也就是外包团队掀翻董事长的过程。但由于门阀政治的毒瘤还在，南方的组织力越打越弱，极易猝死。但缺点是致命的，它没有任何向上的组织动员力。最终，这群在江南莺歌燕舞、连马都不会骑的南方士族，自然只是空喊口号啊，但是脚上连长江都没想着跨过去。当南方的安逸之地还在玩高雅的门阀政治时，北方正经历着一场极其残酷的组织重组。五胡乱华的北方是一座地狱绞肉机，几十个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在这片血海中，一个叫北魏的政权杀了出来。北魏孝文帝推动了一场震古烁今的汉化改革，强迫鲜卑贵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服装和姓氏，全面汉化。这绝不是简单的仰慕汉文化，这是一次基于政治层面上的伟大创新升级。他把游牧民族超强的军事武力与汉文化高效的官僚体制进行了完美融合，催生出了当时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政治利益集团——关陇集团。这个集团发明了2样东西，成为了后来隋唐盛世的底层架构。第一就是均田制，国家把荒地直接分给无地农民，这直接绕过了地方豪强，让中央直接掌控了基层人口与财政。第二就是府兵制，国家分你土地，平时你种地免税，打仗的时候你必须自己准备武器战马，跟着关陇贵族上战场。在财政和军事2个层面上做到了兵农合一的战力提升。第一，国家不用花巨资养常备军；第二，士兵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战斗力极强。当南方的士族还在为了一株红珊瑚大惊小怪时，北方这台恐怖战争机器已经组装完成了，而这台机器的第一任顶级大掌柜叫杨坚。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挥师南下，像切干酪一样灭掉了南方的陈朝，结束了长达300年的分裂。呵呵，这台北方机器太高效，太好用了，好用到隋朝仅仅统治了20多年，
国库里的粮食和布匹多到唐朝建国20年都还没吃完。然而，历史最惊悚的地方就在这里，极致的强大往往伴随着极致的危险。盛极的尽头往往就是衰落，越是刚强的事物往往就越是脆弱。接班的隋炀帝杨广绝对是历史上智商极高、野心极大，但同时也最急功近利的疯狂玩家。他看到手里这个资源满格、动力无限的神级账号，决定在短时间内进行一场疯狂的系统硬件升级。第一，他要营建东都洛阳，每个月强制征发200万民工。第二，他要开凿大运河，贯通南北交通。第三，他还要三征高句丽，动员100万大军，进行灭国大战。单看这些工程，大运河功在千秋，打高句丽是为了消除边患，全都有战略前瞻性。但杨广犯了管理学上最致命的错误，他把国家组织力当成了可以无限续航加倍的，并进行了毁灭性的超载压榨。这里插播个广告，人到中年，野心再大，精力再旺盛，咱也得以养为主，来一杯菊花枸杞决明子养生茶，藏精守神，防透支，别像杨广一样把自己给玩干涸了。均田制的农民死在了运河里，府兵制的精锐死在了辽东的泥淖里，整个组织架构直接就虚了。关陇集团内部一看，发现杨广这个疯狂首席执行官再不换掉，大家都要跟着一起破产。于是各大股东纷纷起兵造反，油门一脚踩死的结果，就是这辆马力最足的帝国列车，在全速前进中，突然就散开了。杨广虽然玩着玩着玩脱了，但他留下了一具无比完美、经过了验证的遗产和骨架。他的表哥李渊带着儿子李世民顺理成章地接管了这一切，建立了大唐。大唐前半段的故事大家都熟，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万邦来朝。为什么唐朝能成功？因为李世民、李隆基非常聪明，他们在同样的均田制加府兵制轨道上，把油门踩得极其温和，休养生息，让这辆列车在既有轨道上徐徐而行。但《资治通鉴》的后半部字里行间只写着4个冰冷的大字：制度变形。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完美的唐朝最后会烂成那样？因为从个人到组织到王朝，甚至到这整个宇宙，其实都遵循着熵增定律。随着时间推移，无论多么精妙的体系建构，都会在现实的摩擦力面前出现伤耗，渐渐衰老，走向虚弱。生老病死何止是发生在人的身上？秦皇汉武总想着千秋万代，但世界本身就有其客观规律，不以任何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大唐那套千锤百炼的制度也无可避免地迎来了它的物理极限。对的，那套千锤百炼的制度变形了。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后期，随着人口暴增，天下的土地不够分了，均田制宣告破产。均田制一破产，拿不到土地的农民凭什么还要自己带刀战马去当府兵？于是大唐立国的根本府兵制崩塌了，系统面临溃散。这时候唐玄宗李隆基选择了一个饮鸩止渴的打补丁方案，他把兵制改成了募兵制，也就是国家花钱雇佣职业军人，并且在边境设立了几个掌握军政、民政、财政大权的超级军区长官、节度使。这在现代商业中相当于中央总部逐渐失去了对地方分公司的控制权，而且总部还允许分公司经理自己招人、自己开饷、自己拉业务，也就是谁的孩子谁抱走。其中权力最大、手握3个分公司大权的总经理叫安禄山。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叛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了，但大唐的脊梁骨已经被彻底打断。自此，大唐进入了长达100年的藩镇割据状态，中央总部管不住地方分公司，直到最后被军阀朱温篡位，大唐灭亡。历史再次跌入了比三国、比五胡乱华还要黑暗的死循环。五代十国。在五代十国的50多年里，中原换了5个朝代，8个姓氏，12个皇帝。那是一个完全不讲规律、不讲制度、不讲道德的野蛮时代。当时的军阀冯道说过一句最露骨的真心话：兵强马壮者为天子，谁手中的刀快，谁就是老大。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历史陷入了毫无底线的暴力循环，而这个恐怖的死循环，最终由一个叫赵匡胤的人画上了句号。公元961年，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坐上了龙椅。作为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太清楚这个世界的恐怖规则了。今天我的部下能把黄袍披在我身上，明天他们就能把黄袍披在别人身上。于是赵匡胤找来了他的首席战略官赵普，吃着烧烤，问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自唐纪以来，数十人间，帝王凡以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为国家建长久之计，立不义之法，当何如？意思就是为什么这几十年换了这么多皇帝，天天打仗？我想为天下止战，该怎么做？哈哈，这家伙其实很帅啊，很像《火影忍者》里面的佩恩或者秦始皇。为什么我会提到一个动漫角色呢？其实说白了就是理念嘛。英雄里面描述了荆轲放弃了刺秦，正是因为这套理念，也就是当人类这个群体出现了一超的局面，往往世界就会迎来和平的时短。赵普只说了8个字：字字千军，审其功赏，夺其霸权。办法很简单，收回他们的行政权、财政权以及最重要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没有挥舞大刀去清洗功臣，而是用极其高超、温和的政治手腕，用一顿酒、无数的财富和土地，换回了高级将领手中的兵权。他把天下的财政权收归中央，消除地方藩镇的经济基础，把天下的精兵收归禁军，中央保持绝对武力优势，并且确立了以文压武的官僚体制，彻底断绝了狼人野心的可能。赵匡胤用一套极其精密的制度锁链，把那些可能失主的猛兽死死锁进了笼子里，同时也换来了这片土地上长久的统一和平的基础。从这一刻起，5代十国那种靠暴力掀桌的游戏规则结束了，中国历史正式告别了魏晋以来的豪族政治与武人政治，转向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文官体制。看到这儿，你可能会产生一个极其深刻的疑问：为什么从宋朝开始，后面的明朝、清朝全都无一例外地继承了这套高度中央集权的文官体制？这套体制到底厉害在哪？这里我们可以拆解一下这套设计的精良之处。第一，把兵权交给武将，但他只有指挥权，没有调兵权，更没有发薪水、管后勤的财政权。第二，把行政和财政权交给文官，文官负责收税、做预算、调动粮草，但他手里连一把刀都没有。在这种体制下，武将想造反，对不起，你发不出薪水，士兵明天就哗变；文官想造反，对不起，你手里没有一个兵。两者想要联手造反，对不起，中央文官和地方武将是2个完全不同的利益阶层，他们天然互相鄙视，互相牵制。赵匡胤这个猛人用这套体制，彻底解决了从西晋、中晚唐到5代十国长达几百年的制度漏洞。很多人觉得这1000多年的中古代历史无聊、死板，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表面现象，却没看懂背后那套真正决定命运的制度变化的底层演进。赵匡胤之所以能终结几百年的暴力循环，开创后面能延续1000多年高度集权的文官体制，背后是一套极其高明的对于人心野兽的限制。他用最冷酷的局内人视角，看穿了武人政治的致命死穴。读完整段长达近1000年的历史兴衰，我们重新回到当代，也就是开头的那个问题：叶公的世界已经没有龙了，那我们学屠龙术又有什么用？因为《资治通鉴》里虽然没有了古代的恶龙，但它记录了权力、组织、财政与人性的底层规律。这些规律在1000年前决定了一个封建王朝的生死，在1000年后同样决定着一家企业、一个团队，甚至你个人倘若处在凶险的利益博弈中的成败。这部巨著用无数的血腥、背叛、兴起与覆灭，记录了权力、组织、财政与人性的底层代码。这些代码在1000年前决定了一个封建王朝的生死，在1000年后同样在悄悄决定着一家企业、一个团队，甚至你个人倘若处在凶险的利益博弈中的成败，只为了告诉历代那些真正身在局中的人一个冷酷的真相：决定命运的从来不是某个英雄的个人魅力，而是这个系统的组织力与制度弹性。当系统从内部癌变时，再神级的操作也会在一夜之间炸成废墟；当系统盲目超载时，
再宏大的蓝图也只会加速猝死，而当系统失去控制时，就非人力可以阻止了，注定是要缓慢跌入毫无底线的死循环。历史从来不是爽文，更没有主角光环。龙骑士是什么？大家悟到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当代顶级战略家会把这本书翻烂17遍的原因。